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这期视频，我们继续来分析中国社会的享乐机制。在上期视频里，我们探讨了为什么假扮领导视察的短视频在中国互联网上很受欢迎，并且提到中国社会流行的许多幽默都有这样一种共性，那就是观看弱势者在权力面前情绪崩溃、暴露本能、条件反射的样子。比如看到某人被领导突击检查时手忙脚乱、惊慌失措的样子。再比如某些家长喜欢用吓唬的方式把小孩逗哭，然后觉得开心好笑。这种中国特色的幽默模式是无意识的，甚至连主角本人都未必能察觉笑点的根源。我们也总结到，这种幽默首先是源于中国是一个权力关系严密、等级关系强烈的社会，每个人都经历过面对权威的局促和紧张的时刻，但由于对官僚体制的批判是不可言说的，加上人们想要回避自己的弱势感，于是人们自然地发展出对权威的西方。作为对严肃生活的解压法和对权力体系的微妙反抗，当看到别人代替自己经历了焦虑，自己也会感到一种释放。因此，观看权力的运作就成了专制社会下的一种享乐机制。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另一种享乐机制同样与权力有关，那就是通过对权力规则的言说或无意识地认同权力来缓解焦虑。视频开始前再说一下，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那么继续说回我们今天的主题。对这个话题的兴趣起源于我对中文互联网的观察，就是中国互联网上经常有这种现象，一个博主在网上发表了自己对中国社会阴暗面的分析，比如揭露了某些利益链，或者分析政府的政策和目的，或者批评社会的某些不公正，或者关注某些底层群体的生存困境等等。评论区里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声音：要小心啊，真怕你有一天人没了。如果这个博主人在海外，就提醒他回国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还有人会说，真想给你点赞，又怕血溅到我的身上。另一些网友会套用这样的句式，比如你现在都敢不满了，以后想干什么我想都不敢想。这是一种模拟当权者的口气，当然也是用戏谑和夸张的方式隐晦地表达对权力的不满。还有一些网友会说，你不妨把话说得更明白些。这也是一种经典的群体性的幽默，也就是大家都默认知道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用这句话更多的是在调侃语言环境，而不是在真的要求对方说得更明白，从而达到一种心照不宣的效果。不得不承认，这些话语中显然包含了对权力的不满，以及对言论环境的讽刺和调侃。然而，当我们去重新审视这样的话语，就会不禁思考，提醒对方要小心，要注意安全，这种提醒有什么意义吗？它的全部意义似乎仅仅就是提醒作者，你写的内容是违背了官方意志的，是很可怕的事情。可是这根本不需要提醒，作者能写这样的文章，又怎么可能不清楚这一点呢？因此，这种评论看似是在交流，其实更像是一种自说自话，这里面存在着当事人自己都未能觉察的东西，那就是极力的言说和渲染审查权力的全能、恐怖和无处不在，尽管是以戏谑和调侃的方式。然而在潜意识中，它仍然勾勒了这样一种图景：审查权力不仅能快速地识别和觉察每一个反对的意图，并且会对这种反对施以最严厉的惩罚。可是这严重的不符合事实。首先，审查权力根本做不到精准识别每一个反对的意图，虽然有关键词过滤和人工审查，但语言本身是有创造力的，人们总是能发明新的隐喻、谐音、代称来规避审查。更何况，自然语言的复杂性使得一个正能量词语在不同的语境下完全可以表达反对和讽刺的意图，就连人工审查也未必判断出来。而且，审查权力也不是铁板一块，不是一个统一行动、信息共享的系统，它是由无数个机构、部门和公司拼凑起来的草台班子，有着各自的利益和目标。微博、小红书、B 站、知乎这种社交媒体平台与警察、网信办所关注的审查目标就不一致。警察关心的是否影响现实秩序的稳定，比如某个地方的警察对涉及本地的负面舆情非常敏感，但对批评某些系统性、全局性的问题，则
则未必在意，而中央政府则可能允许地方负面新闻被公开讨论。企业的言论审查目标则主要是出于商业考量，也就是尽可能降低被罚款的风险，避免被政府施压。因为政府的审查是个别的，打击力度大，但覆盖面有限，不可能监控所有内容，而平台是言论的第一道防线，这意味着平台常常会比政府更激进，它可以通过算法加人工的方式批量过滤，这导致了在审查范围上比政府更广，并且会预防性的删帖。最重要的是，并不是所有违背官方意志的言论都会遭到最严重的打击。我们可以粗糙地把言论打击分为线上惩罚和线下惩罚，由轻到重分别为删帖、禁言、封号。线下的打击包括所谓的请喝茶，也就是要你承诺自己以后不再说此类的言论，最严重的就是拘留。显然，线下惩罚虽然杀伤力更大，但成本更高，而平台的审查范围要更宽泛，但惩罚力度比较小。平台会进行严格的自我审查，这当然是很糟糕的，但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如果你在平台上发布内容并且被网友看到，这其实反而不容易遭到最严重的那种打击，因为真正敏感的内容你基本上发不出去，你能发表出来的东西本身就不太可能是最敏感的。很多网友似乎默认了，只要发布不符合官方意图的言论，就会触发最严重的惩罚，误以为只要帖子被删了，发帖人就有危险。但事实是，大多数帖子被删，仅仅是因为平台不想惹麻烦，并不意味着政府会追究发帖人。总的来说，我们可以发现，审查权力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充满缺陷的体系。它不是一个不知疲倦、拥有无限的能力的全能的存在。因此，不加分辨地提醒对方要小心、要警惕，极力地渲染说话和发言的可怕后果，哪怕只是开玩笑、阴阳怪气，不仅没有什么帮助，而且也是在客观上强化了权力的全能性和不可挑战，从而以另一种方式巩固了既有的意识形态框架。它看起来是在批判权力的不公正，但又在强化这样一种宿命论的倾向，那就是反对是徒劳的，凡是反对就必然遭到彻底打击。说话者不仅没有真正反抗什么，甚至没有让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出场，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们看似表达了对权力的某种不满，但这种不满却是以重复权力的威胁的方式呈现的，最终并没有形成任何有主体性的声音，而是让自己完全嵌入到权力的逻辑之中。那么，怎样理解这种心理机制呢？这就牵扯到我们，那就是在一个权力关系不平等的社会，无意识地言说权力的存在，既是一种逃避焦虑的方式，同时也是快感的来源。正如齐泽克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所认为的，意识形态的功能为我们提供逃避某个创伤性的实在界的内核。创伤是某种无法被象征化、符号化和语言化的东西，比如在一个专制的社会环境内，人们无法在官方话语里找到关于恐惧的言说方式，无法预测什么时候会被打击一己遭遇不太好的事情，因为象征秩序不允许人们去讨论。这种未能被象征化的恐惧就成了一种无形的幽灵，一个令人不安但又无法言说和预测的裂缝。而意识形态幻象此时就出场了，它通过缝合创伤和填补漏洞，让人相信社会是可预测的、可理解的、可控的。即使这种意识形态是压迫性的，但真正可怕的是混沌和无序。于是，人们更愿意接受权力是全能的这一幻象，因为这样至少可以赋予他们某种可理解的确定性，即通过想象所有的反抗都会被打击，通过不停地言说那个最可怕的后果，来获得对现实的掌控感和稳定感，象征性地控制住了局面。这虽然是一个虚假的幻象，但却能弥补对现实不确定性的焦虑。结果，即便现实中政府的控制并非绝对无所不能，并非所有批评者都会被清算，但这些评论通过不断重复你会出事的，永世走好，这相当于是在提前把这些人推入一种象征性的死亡，让所有人都默认任何批评都会受到镇压。最终，哪怕没有那么多镇压，他们在社交语境中已经被死亡化了，个体也会因自我审查而晋升，从而无形中完成了意识形态的再生产。
我们上面讨论了言说或渲染权力的可怕后果来缓解焦虑的心理机制，而另一种缓解焦虑的方式，则是通过言说专制社会的某些潜规则或者生存智慧，获得一种短暂的智力上的优越感。在言说中，当事人感到自己与权力融为一体，而非站在权力的对立面，从而获得隐秘的快感。中国的古装剧就比较适合提供这种优越感。比如电视剧《雍正王朝》里有这样的片段，年羹尧作为大将军，带领他的手下来面见雍正皇帝，雍正让这些将军们卸掉铠甲，将军们无动于衷，而年羹尧一声令下，他们立刻照做。于是雍正非常不高兴，后来想杀掉年羹尧。另一个非常类似的剧情是电视剧《朱元璋》里，朱元璋和蓝玉一起散步聊天，随后朱元璋让蓝玉的随从退下，随从表面答应，但仍然紧紧跟随，直到听见了蓝玉的命令才退下。于是朱元璋阴阳怪气地说：“你的命令比我的圣旨还灵啊！”后来蓝玉死得也很惨。这种剧情是专制帝国特有的逻辑，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人本质上都是皇帝的奴仆，不能容许任何人来分有皇帝的权利。然而，在这些片段的评论区，很多人会不断地分析说，这些将军和他们的下属太不懂事了，简直是自寻死路，还分析了一大堆职场心理学。实际上，他们在言说这些生存智慧的时候是很有快感的。作为开了上帝视角的观众，他们既知道皇帝的意图，也能看清大臣和将军的失误，因此他们认为谁的权力最大是一目了然的，所以感到故事里的人非常的愚蠢。当人们热衷于分析谁更懂权谋，谁更能揣测圣意时，他们的代入点往往是皇帝，而不是被处决的官员和下属。这种代入正是一种对权力的无意识的认同，似乎自己只要学会了这些规则，就能在现实中更好的生存。但其实这种内斗的智慧是专制体制下一种低效和短视的生存技能，这种所有人都听命于一个元首的军事制度也是相当低效的。比如在高度集权的宋代，中央政府为了防止地方反叛，大大削弱了地方的自主权和战斗能力，结果宋朝的确做到了集中军权，但在面对蒙古入侵时一触即溃。相比之下，在中世纪的欧洲，由于更加去中心化的军事模式和独立的防御体系，结果封建的欧洲比集权的亚洲国家更能对抗蒙古的进攻。因此，我们说在一个专制社会，某些看似无害和中立的知识和探讨，其实仍然起到了合理化权力结构的作用。它更像是一种无意识的娱乐和心理按摩，也就是让观众觉得自己能看破一切，从而消解了权力的荒谬和暴力性，使人们在心理上更容易接受它。那关于权力与快感的主题就先聊到这儿。本期视频参考了福柯的《不正常的人》以及齐泽克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